开门见山，这是我认为的新增神器的强度表。S 级的代表前期如果拿到了这件神器，就可以直接奔着这个神器适合的阵容玩。A 级代表强度高、通用性强，可以优先选择的神器。B 级属于有一定强度，但是限制阵容的神器。C 级就是有待开发的神器了。该表纯属个人理解，属于版本预测，后续有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在评论区置顶说明，欢迎有不同意见或者有推荐阵容的观众老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解读每件神器以及适配的英雄或阵容，新增的辅助装也会有介绍。让我们开始。飞升护符的基础面板一般，比起给大肉更适合纳尔芒森、狗熊这类的前排战士，更能利用到高伤害加成，能撑到触发的话基本就是残局无敌。好消息，残局无敌；坏消息，没有残局。18秒的触发时间太长了，前排战士在少一件合适的装备下不一定能活到18秒。存在前排足够扎实时给后排 C 位的可能，但需要更多的实测才能证明强度。我们撸啊撸也有自己的风脸，50的攻速超越红 buff， 自带的吸血还可以省去一个吸血装的位置，是一件非常独特的好装备，但可惜目前并没有非常适配的义子。官方推荐的纳尔60的蓝条，310的伤害倍率，结账 A6 下也只有300%的额外伤害，技能还是远程，还有 AOE， 孰强孰弱一目了然。我只能说有待开发。艾希专精装，优秀的面板属性还能翻倍攻击距离。艾希的技能还是以当前目标和距离里最近的3个单位评分，加上狙神距离越远伤害越高，对敌方后排的威胁是巨大的。从一个快速过前排的英雄变成了有可能秒后排的英雄，配上神域艾希里的莉莉娅或者护卫艾希里的色提，对面后排比前排倒得还快。如果有需要集火的目标阵容里又有冰女可以克制，但除了艾希，我确实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英雄很适合这件装备了。迷离风衣，基础属性差，适合技能带控或者带盾的棋子携带。分裂的3个单位都带装备吃羁绊，理论上限很高，但还要看实战具体发挥，最不好预测的一件装备。这件装备加上后面要说的新辅助装不稳定的财宝箱，是一个超模的装备组合，一次能提供9件成装，非常变态。世界专注，基础属性拉胯，但是30%的最大生命值伤害很夸张。设计师不知道是不是忘记了还有拉克斯这个蓝条相对较短的控制法师了。前排能一次性控很多的英雄也很适配这件装备，比如单顶的雷克赛，技能放得好的泰坦。连指手套，纯超模装备，采海克斯小而致命，才加30%的攻速和移速，这个加60%攻速还有移速还有减伤，还能免疫减攻速，给任何一个需要攻速的 C 位，这件装备的性价比都是超高的。无中恨意，基础属性不错，装备效果配合免位或者风女很夸张，除了自身带盾的英雄外，仙女阵容里的皎月和奶盾阵容里的阿木木都很适合这件装备。急射火炮，比起鱼骨头，火炮的适用性就强多了，几乎任何阵容都能用得上。最适配的我还是觉得是艾希，艾希的攻击距离直接影响到他的技能能不能直接打到对面后排。狗熊现在的问题是站不住，火炮并不能带来什么质变。激发之匣，基础属性拉胯，需要其他肉装的配合才能发挥实力，可以给长蓝条英雄当启动装，也可以给短蓝条英雄让其多次触发回血，中规中矩的装备。卢登的激荡，一件足以改变幽魂阵容强度的装备，无论是幽魂塞纳还是幽魂纳尔，甚至是幽魂寒冰，都非常适合这件装备。一次足够高的过量伤害就能直接打死一片，别的阵容或英雄倒是并没有发现有适配这件装备的。密银黎明，这位更是重量级，超豪华的面板属性，自身免控的同时平 A 就能控别人，代价为攻速恒定 0.5， 对于一些本来就不太依赖攻速的战士来说比光明装还香。前期来上这么一件装给盖伦我都不知道怎么输。这里要说明一下，刀妹已经修改为只有技能会附带攻击特效了，普通的刀刃只有伤害不会触发密银黎明了，但密银黎明依旧是刀妹的好装备。暗行者之爪，基础属性一般，视觉效果很华丽，实际强度很看站位情况，4格的冲刺距离是可以直接冲到敌方后排的。站位被压制的情况下很无力，是一件上限极高下限较低的装备，在站位高手手里会非常强。诅咒之刃，
终于到了万众瞩目的匠心刀，我并不认为匠心刀会有很高的优先级，虽然它确实是最有机会弑神的装备，但是在普通的对局中能否可以发挥出优秀的实力才是关键。匠心刀基础数值很低，很需要和阳刀联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迅捷射手里只有希维尔的弹射可以做到触发匠心刀，刀妹前面也已经说了平 A 不触发攻击特效了，匠心刀具体强弱如何，还是得等到时候看大数据了。幽魂弯刀和暗行者之爪一样，是个依赖站位的装备，但比起暗爪的站位简单很多，和林峰一样对着对面后排主 C 站就可以了，绝对是后排噩梦，打前排阵容也不会完全没用。可惜面板属性加的是攻击和暴击，限制了很多别的卡带这件装备的可能。枯萎珠宝能固定减抗的装备一定不会弱，辛德拉莫甘娜提莫这种一个技能就能把脆皮魔抗清零，然后开启无限火力模式无限技能，伤害高的同时放技能还快，绝对的强势。这里说一下，猛毒墨纹也可以造成持续性魔法伤害，不知道能不能触发这个减抗回蓝的效果。智慧默认又一件属性尴尬的装备，虽然有高额的法术吸血，但是不加法强，平 A 增伤的适用性也比较差，可能会成为塞拉斯专武，其他英雄使用强度有限。禁忌雕像面板属性一般，和前面的无中恨意相比，这件装备更注重于坦度。塔姆专武在其他英雄身上用起来不如无中恨意，因为这件装备只是将 50% 的护盾量转化为血量，只有那种很厚不会被打破的护盾才有提升，对那种本来就会被打破的薄护盾来说完全是零作用的。巫妖之祸，无论是面板还是装备特效都十分朴素，普通装备冒充神器的既视感，附带的伤害量还算可观，在合适的英雄手里效果不会太差。光盾徽章，新神器里最强的肉装，我已经能想象到光盾版甲狂徒阿木木在前排顶又有奶又有盾的景象了。这件装备还能跟前面那两个跟护盾有关的神器联动，有变废为宝石可以试试强度。探索者的护臂，法系战士最爱，阿木木、俄洛伊等法系坦克也可以用，比前面的智慧默认通用型强一大截，参与一次击杀属性就很变态了，最能改变法系战士格局的一件装备。大多数新增神器都能被决斗所用，塞拉斯一张卡能用的神器也有很多，遇见变废为宝石可以玩玩决斗或者圣贤塞拉斯。多数神器更适合低费赌狗，加上版本上9需要的钱增加以及低4费卡概率降低，新版本可能会有更多的低费赌狗阵容回归 ，UP 主也会第一时间洞悉版本，尽快发布新版本的上分思路。观众老爷们可以先关注我，避免到时候错过更新哦。接下来我再说说有关新辅助装的介绍与解析。永恒烈焰，全队 7% 的直接增伤以及直接挂全场的减疗，还不会影响站位。这个装备突出的就是一个强和高适用性，看到就可以拿。骑士之士，一件辅助装提供的属性只略逊色于金巨块加金药剂师。决斗纳尔这种全站第一排的阵容用上这个辅助装会非常强势。月食再生气，又是一件万能的辅助装，前后排阵容里护盾可以让前排站得更久，战士阵容里护盾又能给战士，让战士能吸血吸回来。阵容里只要有个后排挂件就可以用上这件装备。恶意并没有说明减攻击力还有加攻击力是持续多久的，如果是一整个回合的话强度很高，主要问题是当前版本并没有皇子那样直接能冲进人堆的英雄，2格的范围很难挂给敌方后排。决斗等前排阵容倒是可以考虑找个挂件送，让己方义子吃属性加成。不稳定的财宝箱有点太不稳定了，给3件随机的装备不说，还是分给3个人，并不能让装备之间产生联动，可以用来前期打连胜，越后期这件辅助装的作用就越小。如果能加上前面说的披风能提供9件装备的话，倒是可以量变引起质变。除了不稳定的财宝箱，剩下4件辅助装的强度都是略高于之前的辅助装的，对站位的限制也比较小，帮手的含金量还在提高，辅助装更稳更适合运营。神器装则偏赌，神器开出来的装备本身也更适合赌狗阵容。观众老爷们在有的选的情况下，可根据自己的风格以及要玩的阵容选择神器还是辅助装。本期视频到此为止，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